啊，挺疼。手劲儿挺大呀。哇，你看老师，咱们月经怎么样？就一直以来都不太正常，做梦，而且还会做梦中梦，就醒不来那种感觉。哎，我想想，是有侧睡的一个情况。对，侧睡，对，都两边好像都侧，看手机在哪边，看充电线在哪边嘛。来了，来了，请进。 Hello， 好漂亮呀！沈月 Hello， 好漂亮啊！国华老师，谢谢。发出感慨。他们看到美女，是，发量好多呀，对啊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那我们小沈有什么主诉呢？我想去黄去黑，直接就说。太直接了。老师，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想治的问题，是我眼睛这儿，眼球旁边有一块对不起啊，眼球这旁边有一块那个黄斑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眼球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是已经长了好几年了，就一直也没去掉过。好的。那就请乐怡来给小沈看诊。咱们把手放在这块儿啊，我有点抖了。啊，我手有点凉。没事。咱们平时睡眠能睡多久？这不好说，有的时候3、4个小时，有的时候长睡又能睡10到11个小时。我的生物钟非常混乱，就是大概持续了有半个多月了，要么就是早上才开始睡，要么就是反正3、4点这种。会做梦吗？做梦，而且还会做梦中梦，就醒不来那种感觉。来，伸下舌头，我看一下。大便怎么样？得喝完咖啡才有。会有头晕或者心悸的感觉吗？偶尔。心悸偶尔有，头晕也偶尔有。咱们月经怎么样？就一直以来都不太正常，平时嘴容易起皮吗？特别容易干。但是呢，我又就是工作状态，我又不是很想喝水，因为我不想上厕所。我看咱们的手这块也是比较干，这块有点起皮，是吧？是，一直以来都比较干。就是我是干皮，脸也挺干的，其实。我先小心的触掌。可以。咱们也有一点点大小脸的问题。是。平时有惯用的嚼东西的方向吗？以前是这边，然后后来我发现这边比较大之后，我就用这边。咱们睡觉有侧睡，就是习惯有，我睡觉是，哎，我想想，是有侧睡的一个情况。对，侧睡，对，都两边好像都侧，看手机在哪边，看充电线在哪边嘛。黑眼圈也是有一些，咱们本身的唇色，就不是很好看，是发暗吗？比较暗。感受一下两边的这个，这边的紧张度也是稍微高一点。是。患者他的一个主诉是主要想要去改善面部黄、面部发黑的一个情况。首先，我给他下的这个症型是肝郁脾虚，因为我觉得他整体就是由于他的工作、由于他的压力，然后导致了他脾胃一个虚弱的一个情况。他这个面部情况其实是跟他的睡眠，然后以及跟他的大便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。一个是他睡眠时间的话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不规律，他跟脾胃的关系都非常大。只有在喝咖啡的时候，然后他才能大便比较通畅。然后所以这其实也是反映出来一个他的脾胃让他的这个气血，就是这个气推不动。你现在就只能让咖啡让你强振心阳，然后给小肠，然后再给大肠一个力量，然后让这个大便下去。
结合他的舌象，他会有一些心悸、头晕的这种情况，其实也是根据他整体气血的一个不足，然后整个脾胃，然后再影响到我们这个，就因为跟睡觉其实也有关系。你睡不够的话，那肯定就是精力也是不够的。脾胃的一个不好，跟我们的月经不正常来相对比较相关。脾胃运化不好，我们的津液不能上承于肺，不能就是达到我们的皮肤，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皮肤干燥。哇，好详尽的解释啊，而整个的表达也让人听起来也很舒服。对，您刚才想问的那个左眼，有一个黄斑，然后这块的话，其实我们觉得它是跟脾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就是这个眼白的血丝啊，在外面的时候可能更多会从肝胆这块去论治，在内里的这个红血丝可能会从脾胃去论治。然后针对您的脸部的这个不对称的问题，刚才进行了一个比对，然后也看了一下咱们舌头，咱们应该是没有脊柱侧弯的问题，应该没有吧？对。妈呀，真好，真羡慕。我会有一点。我太严重了，我这高低肩，我这你都太晚了，我这。主要是从肌肉层面，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对称，侧睡其实会导致。然后此外呢，就是我们的咀嚼习惯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肌肉出现一种不对称的情况。那针对这个的话，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的改善方法。一个就是我们咀嚼的时候要注意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侧躺看手机，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这个面部有一个问题，对我们的眼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。是我2只眼睛视力差得有点远。对，换一些这个玩手机的一个方式，把我们的颈椎也护好，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面部更好看。因为你颈椎不好的话，你气血上不来，你照样脸是不好看的。关于这个肌肉不对称的话，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扎针，比如说我们的颊车、我们的下关，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大迎，然后其实您这个其实是要松解我们底下的这个肌肉，水突透我们的缺盆，然后在我们的胸锁乳突肌、人迎透这个浮突，局部的下颌缘进行一个针刺的加强，都可以去改善我们局部的这种肌肉不对称的情况。对，松解这一块的这个肌肉会减少对皮肤的牵拉，然后脸就紧致上扬了。再包括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法令纹，然后包括这个会有一些黑眼圈的情况。那法令纹呢，我们其实是可以进行局部的这种埋线，然后另外呢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针刺手段，把我们的这个纹路支撑起来。我们的这个黑眼圈是一个血管型的黑眼圈，因为它这个按压的时候色素会短暂的消失一下，这也是由于肝区抑制的导致这种情况。我们可以有桃花灸。这儿的皱纹，还有这儿的皱纹，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放松我们的颞骨，去提升我们的颞骨，然后把这个整体我们给提起来，这个皱纹它就会进行一个相应的改善。他对这个脸上的这个逻辑啊分析是很对的，很清楚。表面上是这里的问题对吧？实际上是这里气血的问题对，所以这里可以做扎针哈，然后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注意到两边肝胆的气血、脾胃的气血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代茶饮呢，其实就是像玫瑰啊，然后陈皮啊，也是非常适合您的。最主要的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先搞起来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脾胃护好。我觉得您很多的问题都会相应的进行改善。乐怡，我对她最大的感觉就是很稳，而且能够把控全局，不慌不忙，很专业。她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好。你给它定义的这个症型是肝郁脾虚，症型对，但是你有没有关注到它这个脸颊就是腮红的位置，实际上下面是有这种斑的一个情况？有看到这个斑，它其实在这里有点要起斑的情况了。你年纪28。28是吧？那我们28其实是在女性来说，以7为周期，3期21、4期28是最鼎盛的时期。但是过了28以后，可能很多就是要走下坡路的一个。我们听不得这3个字，那就说明我们在走上坡路。听不得。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年纪不一样哈，但是你皮肤上已经有那种就叫面始焦的一个状况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在没有这么焦黄，你可以更红润一点。是。它像这种气血的问题，你给它的一些针刺的方案，包括桃花灸，我觉得特别好。
你在那个方案里边，你讲到了陈皮玫瑰，但是你也讲到了，它其实这种状况下还会除了有气郁，它是有点气虚的，所以如果我要给这个代茶饮呢，在陈皮玫瑰里边会加上黄芪5克、西洋参3克、陈皮3克，玫瑰可以3朵哈，然后大枣3颗，因为它除了要理气以外，它还要用补气或者滋阴的方式。第一呢，是冷的凉的是不能喝的，不然你即使用补的东西，你也补不进去，它消耗你的能量，你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不太足的一个状态，而且他后背挺不起来，他一直都是。对，所以说哎，一句话骂2个人，我俩都是。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神态、姿势，已经在看着。对，就已经是信息了。哎，对。它在这样一个三焦打不开的一个情况下，其实可以我们用拍三焦经的方法，去帮它疏通开我们整个的上中下三焦。是这样，我们手臂外侧，手臂的外侧你可以用虚掌的方式，来，哇，我感觉老师拍的好用力呀，拍自己。哎呦天！左右你各拍个5到8分钟，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的地方去按揉，来，我来给你。老师这个得舍得对自己下功夫。对，他是用手腕哈，要有渗透力。打穿了都可以。麻了。我来给你拍一下哈，太好了，来感受一下。挺疼，手劲挺大呀。哇，你看老师，我感觉他就是内里很虚，但是硬被干起，就是对，他是在硬挺。哇，月已经开始在咬牙忍耐。疼。然后在这个阳池穴的地方，在这儿，按到感觉了吗？就是按到了哈。每天就这样拍一拍，然后两边拍，你自己去拍。好，谢谢。那我没事。这个撤了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没事，还活着。下来都有点强颜欢笑的感觉了，开始。我感觉这么严重吗？没有说虚，说堵。差不多。我今天回去立刻就买这些。但是月月之前也说了一下，这次有那个之前一开始担心旁边那个斑是因为晒伤导致的，但其实后来发现也是有身体的内在的其他原因。但比如说，如果真的是晒伤晒后修护的话，有哪些方法在中医里面？如果说我们就是晒完以后脸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红，对吧？然后晒伤的话就会敏感，然后起泡那我们即刻呢就是要降温，就是仅仅是红的话，我们敷一块面膜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红的还是比较厉害晒得比较厉害，我们可以用马齿苋煮的水然后来湿敷一下，湿敷。马齿苋。即刻降温之后呢，我们就脸上就要注意补水。第2天、第3天呢，我们多用一些这个面霜，把我们的脸上的水分给它保护住。内在的我们可以吃一些百合呀、梨呀，还有银耳呀，这种含有这个银耳多糖的植物的胶原和玻尿酸。然后呢，我们吃进去以后呢，可以给我们皮肤内在的补水。明白了。那么刚刚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之后，问一下志胜了，坐不住了，怎么说？带着你的古董脸上去。我拿那古董脸上去。志胜现在诉求是谁给他看病？其实就是精神，我经常会显得那个脸特别显老，就显得人特别没有精神。因为经常累的话，就脸耷拉着脸，显得摇曳，看着年龄就特别大。我怎么能看着不那么显老？我先上去看看，我问题可多了，朋友们，真的。我们看看谁给你看。哎呀，志胜！哎呀，志胜！哎呀，没给你个机会，哎，你这剥夺我镜头的权利，你得从那儿，我得从这儿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景轩，景轩，好了，各位好，来，怎么拿着自己照片来？古董脸，真的，我在下边讲半天了。所以其实你的祖
主要的诉求就是看起来有点古董脸，是吗？什么叫古董脸？就是显老吧，应该是。嫌你整这么个高端名，真的啊！我15岁就高端脸，就古董脸。没事，等到50的时候还长那样哦。那时候就是年轻脸了，潜力股。对，老来俏，我是。谁允许你自己 Q 的？那时候就是不老的容颜了。那个时候智胜肯定比我50岁要年轻。好，那么其实目前我们三组都已经看诊完了，那请其他几组先坐过来。哦，都不愿就乐怡愿意给我看。你是最特殊的。当然我非常愿意。都得奔你来，哥。哎呀！所有人都可以去看。哇，太爽了！早知道我最后一个去了。会诊，你是会诊啊？我需这么严重吗？还需要会诊？所以你们哪一组如果觉得自己之前没有发挥的好的话，现在可以来进行选择看智胜，但是只取最后一次看诊的成绩啊，就是相当于成绩刷新，再次挑战一次。对。想看的举手。全部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就是冲了。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往上去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为了我们下午有优势，我想再冲一把，让大家得一个更高的分。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得握在自己手里，只要有机会还是去争一下。我有自信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方案。